偷袭！这绝对是你见过最震撼的场面。日本教练偷摸搞偷袭，面对裁判的阻止，他们丝毫不听，甚至直接把裁判扔在地上，肆意殴打场上的中国选手。然而，这俩狼狈为奸的日本小人并没有就此罢休。面对杨建平的阻止，嚣张的日本拳王竟直接吐了杨建平一脸口水。这家伙实在是太恶心了！此等行为彻底激怒了中华虎杨建平。这一切的情节变动都要从日本拳王的背后偷袭说起。中国硬汉刘文博还没登上擂台，就遭到了日本拳王的肢体挑衅。然而大度的刘文博并没有和日本拳王计较，过度的忍让换来的却是被偷袭。好，现在裁判员归雨辰，比赛现在开始。日本拳王也太过分了，搞偷袭就搞偷袭，还偏要把刘文博扔下擂台，让其丢人现眼。刚才和刘文博一起出场的小姐姐都被吓坏了，打架就打架，吓唬小姐姐干嘛？日本教练也没有闲的，趁此机会狂揍手无缚鸡之力的刘文博。我你做点反应过来的刘文博终于发起了反击，一个大嘴巴子打得日本教练难以站了。刘文博就静静看着满地乱爬的日本教练。来呀来呀！这个大嘴巴子多多少少带点个人恩怨，再次打得日本教练站不起来。然而刘文博举起双手煽动观众情绪，这或许就是搞偷袭的下场。日本教练在这挨揍，日本拳王上哪里去了？难道是被这一幕吓尿了吗？没劲儿了，没劲儿了！满地乱爬的日本教练还不打算放弃，还想站起来反击刘文博。然而这些进攻对于刘文博来说就像是在挠痒痒。刘文博瞅准机会，又来了2个肘击和1个大嘴巴子。看到应声倒地的日本教练，日本拳王看不下去了，直接跳下擂台搞偷袭。被限制的刘文博再次陷入了被动，其后俩人合伙一起暴揍刘文博。面对杨建平的劝阻，他俩非但不听，还朝杨建平走去，和杨建平交涉。哎，牛，这自己的水吧。哎呀，杨总啊，杨建平啊。被扔上擂台的刘文博也没好果子吃，大腿正在被日本拳王往死里掰。一旁的裁判询问着刘文博要不要放弃，在中国硬汉的字典中就没有投降2个字，尤其是面对嚣张的日本拳王，既然是被当场打死，刘文博也不会委曲求全，主动投降认输。分开，出城，分开，快 ！1、2、3、4。裁判的读秒还是具有一定威慑力的，不然刘文博的大腿恐怕就保不住了。面对倒地不起的刘文博，日本拳王竟然选择猛踹刘文博脑袋，嘴里的谩骂声一刻都没有停歇。全体冠军！看到这一幕的杨建平总算为刘文博松了一口气，有一种如负示众的感觉。重新站起来的刘文博战斗力依然爆表，肘击还是肘击。台下的日本教练正静静看着这一切。什么时候麦家有个互动？什么互动啊？这就是互动啊！这俩货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不是搞偷袭就是耍阴招，就不能干点人该干的事情吗？2打1的场面已经不是重复1次2次了。如此蛮横不讲理的俩人最终受到了制裁。杨建平先是一个过肩摔，又来一个侧踹腿，彻底教训了2位狼狈为奸的小人。
杨建平把裁判和刘文博扶了起来，裁判继续恢复比赛制度。这下日本拳王可惨了，怎么少了一个人？日本教练去哪里了？难道是临阵脱逃了吗？把日本拳王一人留在擂台上挨揍。杨建平现场监督比赛，站在擂台一角，这个举动给刘文博增加了不少底气。最终，刘文博成功降服了日本拳王。这场比赛是专门为杨建平设置的宣传片，正好利用此次比赛宣扬一下中国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和中国人民的团结性。敌众我寡的刘文博受到了杨建平的拔刀相助帮助，成功将危险化险为夷，将狼狈为奸的2个小人送回了日本。我知道。